在分岔路抉择的两端，难选择不知怎么办，轻易之间让心为难。一念之差，一心之间，人生路有不测变幻，黑白间的隔墙，要如何判断？一念之差，一心之间，对与错无绝对答案，尽快走出灰色阴暗，重新再活一段。拒绝这诱惑的迷幻，捍卫执行着不变的答案。别为了那欲望掉入了深渊黑暗，要感受心中那股炽热力量。我不断反复地想燃起心中太阳，朝着光一定不会遗忘。聚散心里的黑暗，举起不屈的能量。无论何时坚信着我的信仰。你为什么要帮魏蓝天？是因为他是你的好朋友？你是质疑我对集团的忠诚吗？我只是担心你对那个警察缺乏戒心，可能已经被盯上了，都还被蒙在鼓里。那你是质疑我的办事能力？我只是好奇，那个警察为什么会在那里出现？他为什么会知道阿威会在那里？也许是阿威跑回来的时候不小心暴露自己行踪，让警方给查到。如果上一次你让我解决了魏蓝天，今天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假设当时我没有阻止你，你打死警察，警方一定会动用所有的资源，势必要追查到底。到时候只会给我们增添更多的麻烦。不过这次你做得非常好，幸好你够机灵，及时出手阻止蓝天，才没让他抓到阿威。来，我只是做我该做的。阿威这次冒险跑回来，想必是钱用光了，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好处。他身上应该没有任何可以指证我的实在证据。不过他始终是更若中刺，你去把他找出来，用钱堵住他的嘴。我知道怎么做了。东华看起来情况不错，这次去美国治疗，负担不小吧？的确花了很多钱，幸好 Jimmy 有一位姓杨的朋友帮忙，不然我们怎么负担得起呢？什么时候认识位有钱人啊，杨先生啊？东华的医药费不是小数目，要不是你跟他交情不浅，他怎么会帮？哎呀，你不认识他，我就没有跟你提起过他。他其实以前是个小职员，我帮过他的。现在他是大老板，还是帮回我吧。找我什么事啊？你之前不是说过，看到一位杨先生给了一张支票给居民？嗯。你知道他们什么关系吗？
不知道，不过我听 Jimmy 说，他们好像是刚刚认识的朋友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 Jimmy 跟我说，他说他跟那位杨先生是很好的朋友，而且那位杨先生还欠了他一个很大的人情，所以才愿意给他一笔钱，帮东华治病。但是 Jimmy 不是这么跟我说的，他会不会是在指另外一个杨先生啊？应该不是，所有的讯息都是指向同一个人。那 Jimmy 说的怎么会前后不一呢？我想，可能他是被这位杨先生收买了，然后他偷偷的把警方的一些情报透露给他。现在因为这件事情，蓝天要接受内部的调查，暂时要停止。Jimmy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为了东华那笔医药费吧。那你打算怎么做啊？姐姐跟你玩，姐姐跟你玩，来，妈咪抱。妈咪抱，哦，妈咪抱，我来，妈咪抱。哎呦呦呦！耀江，你怎么站在那里啊？进来啊！东华，大嫂，喂，来了干嘛不进来啊？刚才看到你们一家人那么开心，不好意思打扰。都是自己人，怎么不好意思打扰？真是的。东华精神好很多了。嗯，医生说他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那就好。哎，坐。不做了。有件事想跟你说，外面谈吧。哦。有什么秘密要跟我说啊？是不是跟心仪有关？说啊，怎么不说？那通打给卓凯文同党，要卓凯文马上走的电话，是不是你打的？你开玩笑吧？我没有跟你开玩笑。我是跟蓝天开会之后，才知道左凯文的消息，我怎么可能打给他同党呢？有个复印机维修员看到你那天在 Kim 的座位打了一通电话，他认错人了。他没有认错人，还在照片里认出你。啊，我想到了，我确实是在 Kim 的座位打过一通电话，也遇到一位维修员，可是不是你说的那一天，他肯定是记错时间了。他没有记错时间，他检查过他的时间表，他很清楚那一天在那里看到你。我也到保安处检查过记录，那个维修员那一天只是到了你内城进行维修工作。怎么做？
是逼不得已的。要不是为了东华的医药费，我也不会这么做的。经济有困难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可以帮你的。你要负担你哥哥的医药费，我怎么可以加重你的负担呢？就算我帮不了你，我也会想别的办法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以为只是提过一点消息，我没想到后果那么严重的。你现在这么做，已经出卖了作为一个执法人员的宗旨。你出卖了你同伴对你的信任。我也不想的。本来这件事，我是必须要向上级汇报的。可是现在，我想给你一个选择，你去自首吧。自首？把收买你的人供出来，将功赎罪。法庭宣判的时候，会把这一点考虑在内的。那个人心狠手辣，如果他知道我出卖他，他肯定不会放过我家人。那个人是不是杨忠正？我们可以保护你的家人。是他在暗，我们在明啊，怎么保护？你也是警察，你知道我们可以的。你身为警察，执法犯法，而且你现在还连累蓝天，害他受大家的质疑。连累蓝天，我自己心里也不好过的。所以我现在给你一个选择，自首吧，不要一错再错。到现在还是无法相信师父会做这样的事。要是当时我多关心他，多了解他的困境，帮他渡过难关，或许不会出现今天这个局面。都是我疏忽，才会让他有机可乘，逃跑。你劝他自首，出发点也是为了他好。放心吧，我已经通知情报局四处找人。我也安排了一组人监视他家，相信很快能掌握他的行踪。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杨忠诚，他知道君米经济方面有困难，又知道家人对于他来说有多么重要，就扮好人，向他伸出援手。其实早就已经预谋要收买君米。我怎么都没料到钟正会牵涉卓凯文的欺诈案，更没想到他会牵涉他的死。他这个人心机很深，行事又神秘。所谓完美的犯罪，只是真相暂时隐藏住了。我们的责任是把他找出来，让他们获得应得的惩罚。
杨先生，拿这么多行李啊？去旅行啊？是啊，拜拜。拜拜。车不在，会不会出去了？你们找杨先生啊？是的，我们是警察。请问杨忠正先生不在家吗？他们一家去旅行了，刚刚离开去机场，离开多久了？大概5分钟吧。谢谢你。走。怎么了？整天都在晃神。没什么，可能因为要离开这里了，所以心情很兴奋，一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。是不是不舍得这里啊？爸，小心！哇！发生什么事？大家坐好。小心，注警！小梅，红熙，红熙，Tango 2 Mike 2 to Tango Papa over。上一路发生了一场交通意外，请派遣支援 over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车转向失控，撞向了路障。向前看。杨忠正，杨忠正，杨忠正！学妹，叫救护车！学妹，学妹。Tango 2 Mike 2 to Tango Papa over。Alpha Bravo needed over。我要去泰国了，你好好保重。爸，没事，没事了。来，让我看一下，还痛吗？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只是一点轻伤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杨忠正先生，我们是来自特别专案调查组，我们怀疑你跟卓凯文遇害一案有关，请你跟我们回去警局协助调查。
是常误会，没事的，你放心。你去帮我探望杰里，随时通知我他的状况。杨忠正先生，请问你和专门罪案处警员戴大东是属于什么关系？朋友关系。你们认识多久了？少过1年时间。你是不是曾经给了他一大笔钱，帮忙支付治疗他女儿血癌的医药费？没错。你们认识不到1年，为什么愿意拿出这么一大笔钱借给他？认识时间虽然不长，不过我们很投缘，所以当他告诉我他女儿生病了需要钱医治，我马上答应了。就这么简单？总不能见死不救，有那么复杂吗？你撒谎，君米已经向我们承认，你收买了他，目的是要他向你提供警方查案的资料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我是个正当的商人，我从来不做任何非法的事。在卓凯文被害的那一天，警方之前已经掌握到他的行踪，本来要上酒店逮捕他的，没想到让他逃跑了。后来我们查到，在行动之前，君米打了一个电话给卓凯文的同党，我们有理由怀疑你就是那个同党。你们是越说我越糊涂了。我从来没有叫吉米帮我做任何的事，也不知道他背地里做过些什么。他为什么要陷害我？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愿意跟他当面对质。警方调查卓凯文公司涉及投资欺诈案的时候，曾经找过你问话，对吗？对。根据你当时做的口供，你说你和卓凯文是回到新加坡后，通过朋友介绍而认识的。不过经过我们的调查，你们其实早在澳大利亚已经认识了，当时他还是你的财务顾问。对于这一点，你怎么解释？我承认，凯文在澳大利亚的时候确实我的财务顾问，不过我跟他不熟，我是害怕会被他牵连在欺诈案内，所以一时糊涂撒了个谎，对不起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是搞投资公司的，信誉是我们金字招牌。我们到了杨忠正的家进行搜证，并没有找到在现场留下鞋印的那双鞋子。怎么可能？蓝天说曾经在他家里见过那双鞋子的。他一定是知道蓝天开始怀疑他，所以早一步把鞋子丢掉。你们还在他家里搜到什么吗？杨忠正很小心，我们在他的家根本搜不到任何可以指证他的证据。他的公司那里也没有什么线索，不用说，他一定是把所有的证据都销毁了。酒店呢？问了所有的职员，没有人认出案发当天的人就是他。有查到他的银行户口吗？我们查过，他有几笔数目相当庞大的支出，总数是42万，其中的34万支付给了美国的一家医院。是Jimmy女儿进行治疗的那间医院吗？没错。另外的6万块是杨忠正开的一张现金支票，确定进了Jimmy的银行户口。这些不就是杨忠正收买Jimmy的最有力证据吗？这只能证明杨忠正的说法，他的确在经济上也帮过Jimmy。不过这不能证明他们之间存在任何交易。要是能找到Jimmy出来作证就好了。可是连情报局那里都找不到Jimmy。假如杨忠正真的牵涉欺诈案，他所得来的不义之财肯定需要一个去处，可以从这个方面着手调查。我们查到杨忠正在海外有几个银行户口，可是要查出细节还需要一些时间。只不过48小时很快就到了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提控杨忠正，我们是不是要放了他？
小杨，有什么发现？我们查到刹车器被人动过手脚，刹车线是被人刻意剪断的。等一下，我们去跟杨中正录口供的时候，再向他了解吧。 Ma'am， 怎么？有手指印。马上通知搜证者的同事来采证。Yes, ma'am。 杨先生，案件还在调查的期间，你不可以任意出国。如果有任何的需要，我们会随时叫你回来接受问话。没问题，我会尽力配合。你现在可以走了。谢了。你的伤没事吧？皮外伤，死不了。果然还是那个不管遇到什么大风浪，都倒不倒的杨中正。我们是半斤八两，你也从来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。既然这么了解我，那你应该知道接下来我要说些什么。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，我并没有预知未来的本事。就这样走出这里，你的良心过意得去吧？警方都已经放了我了，证明我是清白的。是不是清白？你我心里都很清楚。我不想有一天要亲手逮捕。 现在还不算太迟，回去自首吧，说出真相。我一直都相信，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富有正义感的好兄弟。对不起，我让你失望。红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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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女儿不在这里。不过你放心，你女儿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。 她有丝毫的损伤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是你在我车子的刹车器动了手脚，就知道瞒不过你。警方在车上找到指纹，其中右手的无名指指纹模糊。 我记得你右手的无名指是曾经烧伤过。这一切都是 boss 的意思。谁叫你出卖 boss？ 要是我出卖他，警方会放过我吗？你跟我说没用的，要 boss 相信才行。
我打给他。不用打了，boss要见你。我求你放过我女儿，我求求你，开个价吧，什么条件都可以。只要你好好合作，就一定会有机会再见到你女儿。不过记得，不要让 boss 等太久啊！杨忠正，我是居民，我要跟你做个交易。是不是查到什么新线索？原来卓凯文的太太帮她丈夫办完丧事之后，就回去马来西亚娘家。她为什么走得这么匆忙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已经查到她在马来西亚的联络号码。马上打给她，或许她知道电邮里所提的 file 是什么。喂，你是卓太太吗？我是专门罪案处理处的魏蓝天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啊。还有我。黄芷杰，负责你丈夫命案的调查官。你们找我什么事？请问你丈夫死前有没有留下任何 file 有关的东西，例如文件夹、电脑硬盘、thumb drive 之类的？之前有一个男人打来问我同样的问题，在凯文死后的1个星期，律师来找我宣布遗嘱，还把一些凯文的文件还有遗物交给了我，当中包括了一个 thumb drive 和凯文留下的一张字条。字条上写了什么？字条上说，如果他出事，就把 thumb drive 交给警察。你肯定吗？肯定啊！我还担心电话里的那个男人知道我把 thumb drive 交给了警方，会对我不利，所以就尽快赶回娘家躲避他。你还记得把 thumb drive 交给了谁吗？我当时去 CID 找不到你，然后在大堂遇到了你的同事，那个叫 Jimmy 的警察，就把 thumb drive 交给了他。thumb drive 里面的文件一定是 Jeffrey Thomas 交给卓凯文的 file。卓太太说像是账目，有可能是犯罪集团在非法活动中所获取的不义之财的记录，所以师傅才没有把它交出来。或许 Jimmy 已经把 thumb drive 交给了仲正。本来以为找到证据，没想到线索又断了。凡走过必留下痕迹。现在证据只是暂时被埋着，只要我们继续挖下去，就一定会有收获。心怡，什么事？我在调查卓凯文开车撞人的那起交通意外时，在案发现场的闭路电视里看见杨忠正的车子。你是怀疑杨忠正开着车跟踪卓凯？这里是卓凯文开车撞到人的现场。
我们在这里发现卓凯文的车子，他的尸体是在这里找到的。我查过了这2个地点中间路段的闭路电视，发现杨中正的车子曾经出现在案发现场的附近，而且时间完全符合。这个只能表示他有可能在案发现场，并不能证明他有杀人的嫌疑。没错，不过我还有一个发现。杨中正的车子离开案发现场后，在途中转进了一条小路，然后大概15分钟后，他的车子就转出来了。他可能在那里丢弃凶器。这个地方相当偏僻，只要我们继续挖，就一定会有收获。已经监视了几天，都没见到居民的出现，他是不是已逃出国了？已经通知了所有的关卡要留意居民，他应该没有机会离开。可是我们这样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我很了解他，家人对于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。况且他女儿现在的病情还没有稳定，他一定会想办法回来看她。给点耐心。我去看看发生什么事。大嫂，怎么了？东华突然发起了高烧，还失去了意识。我送你去医院。谢谢你啊，提供这么重要的线索。这很可能是破案的关键。这是我李英做的。来，药家。好，知道了。我会派一个人过去Jimmy家楼下帮 Eric， 再让我知道东华的情况。拜拜。东华怎么了？他突然发起高烧，失去意识，药家再赶着送他去医院。我去医院看看。我去召集组员找凶器。喂，怎么跟丢了？马上去查附近的 CCTV， 看有没有杨中正的行踪。药家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刚才打电话给芷杰的时候，我刚好在跟他开会。东华怎么样了？还在里面。居民的太太呢？刚才还在这里。知道。喂，还给我！居民，居民，我知道是你，你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？想想你自己，为了你的家人，你自首吧。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还没解决，解决之后，我自然会出现。喂，喂，居民怎么说？他说，他办一件事情，办完了就会出现。什么事情？大嫂，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？不知道。大嫂。居民到底在哪里？你告诉我吧。我不知道。大嫂，我知道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你一定很害怕。但是你也不希望Jimmy遇到什么危险，对吗？大嫂，Jimmy犯了法，他是有可能会被判坐牢，可是他会出来的，你们一家还是可以团聚的。
你也不想他发生什么意外是吗？大嫂，你如果知道他在哪里，你就告诉我们吧，我们永远都会站在你这边的。我看到 Jimmy。你逃不了了。我站在分岔路抉择的两端，难选择不知怎么办，轻易之间让心为难。一念之差，一心之间，人生路有不测变幻，黑白间的隔墙，要如何判断？一念之差，一心之间。对与错无绝对答案，尽快走出灰色阴暗，重新再活一段。拒绝这诱惑的迷幻，捍卫着心中不变的答案。别为了那欲望掉入了深渊黑暗，要感受心中那股炽热力量。我不断反复的想燃起心中太阳，朝着光一定不会遗忘，驱散心里的黑暗，举起不去的能量。无论何时坚信着我的心。